表姑娘，老夫人请你过去一趟。老夫人，有什么事吗？奴婢不知，表姑娘去了就知道了，还请表姑娘不要让奴婢为难。既然没什么事，我就不去打扰老夫人了。至于你为不为难，关我什么事啊？你祖母请你过去，你为何不去？不想去。哼，昨日是谁允许你随意插手承恩公府的事情的？你知不知道你这样会闯下多大的祸？我早就警告过你，不要仗着自己那点小聪明无知无畏。京城不是青州，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你自己惹祸不要紧，若是给圣国公府带来麻烦，我绝不会容你。国公爷这话说的，好像是我不惹祸你就能容我了一样。你留着我，无非是怕被人知道我的身份，让你丢脸。应该还不止这样。若是我没有用的话，你大概只会想着让我怎么彻底消失吧。都说虎毒不食子，但有些人确实是不如这什么老虎狮子的。国公爷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放肆！你就是这么跟我说话的吗？你不想听你可以走啊，不是你主动来找我的吗？你……盛国公气得眉心直跳，哪怕是管教最顽劣的儿子的时候，他都没有这种有心无力的感觉。我是告诉你，日后不要随便插手别人的事儿，你不懂这其中关节，只会给自己和家里带来麻烦。等等，国公爷这么在意昨天承恩公府的事，莫非跟你有关系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从今天开始，你待在院子里不要出去了，把女戒抄上100遍，学一学什么叫做祸从口出。来人，给我看着院子，自从今日起，不允许表姑娘踏出院门一步。你们走不走？表姑娘见谅，这是我们的职责。职责啊？真不走？请表姑娘回去。很好，我一向不喜欢为难人，但更不喜欢别人为难我。话音落，他手里的烧火棍一点都不客气地朝着2个人腿上招呼了上去。表姑娘，我们奉国公爷之命看守你，你若是不服用，就休怪我们不客气了。住手！你们在做什么？说，你们想干什么？世子饶命！刚才国公爷吩咐让我们守着院子门口，绝不允许表姑娘离开院子一步，我们只是奉命行事。奉命行事？哼，好一个奉命行事！本世子头一天知道有人敢在府里对女眷动刀子。我们盛国公府军功起家，府中所有男儿的武器都是用来保家卫国的，不是让你们用来对女眷狐假虎威的。世子，是国公爷吩咐的。确实是国公爷吩咐的，他说我多管闲事，让我抄100遍的女戒，不然就不能出远门半步。但我觉得我并不需要被人看管，所以就来请他们离开。你有没有受伤？陆泱泱摇摇头，他才刚动手要把人赶走，盛君瑶就过来了。你没事就好，你回去，这里交给我，我带他们去见父亲。盛君瑶直接将2人揪到了盛国公的书房，扔了进去。父亲，如果你是想说陆泱泱的事情，你不要说了。他既然进了国公府，就要守国公府的规矩。他不明行事，在外面乱来，只会给国公府带来麻烦。我罚禁足抄女戒，合情合理。你有什么异议就憋着。你们出去，你也出去。父亲，你方才的话错了，你出去。盛国公又喝了一声，一个字都不想听他说。您方才说的是国公府的规矩，那我敢问父亲，泱泱是国公府的什么人？她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但你不认她，只给了一个母亲那边远房亲戚的身份。即使如此，她跟国公府的规矩有什么关系？父亲拿国公府的规矩约束她，这不合适。你，盛君瑶，这里是国公府，国公府养着她，我还不能管她了是吗？你有把我这个当父亲的放在眼里吗？你学了一肚子礼仪圣贤，就是这么忤逆自己的父亲，这么跟我说话的，是吗？父亲息怒，
可父亲又错了。自泱泱进府，他的一应吃穿用度是母亲付的钱，母亲用的是自己的嫁妆，并未动用国公府一分钱。就连泱泱每日在大厨房的吃用，都是母亲拿了钱贴给二婶的。所以国公府并没有养着泱泱，他留在国公府中，也并未动用国公府宫中资产的一分一毫。好得很。所以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只是来告诉父亲，泱泱客居国公府，从他不入国公府族谱那一刻起，父亲便没有任何资格要求他。希望您能明白，倘若父亲连这样也容不下，那我可以同外祖父说，让泱泱住到兰家去。若母亲想要归家，也可一并离去。逆子，好一个大逆不道的逆子！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撺掇自己的父母和离，可是旷古至今的笑话。你的圣贤书是读到狗肚子里了吗？你信不信，我一样可以上书废了你的世子之位？父亲若是觉得我不适合这个世子之位，自然可以上书陛下将其废去。我被父亲请封世子，是因着嫡长，但自古继承之说，一为嫡长，二为贤能。即便父亲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，也并非是非我不可。但父亲也需要明白一点，我今日同父亲所言，与什么世子之位无关，而是身为嫡长子，我有身为人子、为人兄长的责任。父亲有错，我不能无视。即便没有世子之位，我也依然会指正父亲的所行不当。至于撺掇父母和离，我并无此意，只夫妻理应互相尊重。母亲多年来操持家中，并无过错，但父亲纵容妾室谋害主母，此为大过。父亲不认亲女，亦是对母亲的不尊重，亦为过。父亲是非不分，留仇人之女在家中，苛待亲女，更为过。如此，若母亲提出和离，也在情理之中，律法之中，还请父亲三思。你出去！父亲不可以圣国公的身份来要求泱泱。出去！圣国公的目光宛如利剑一般，狠狠地刺向圣君瑶。若非此时不合适动手，他立刻就要动家法。怎么回事？大哥，这位姑娘也是去护国寺上香的，既然顺路，不如我们捎他们一程吧。荒郊野岭的，她一个姑娘家在这里时间久了，怕是不安全。圣君瑶看了他一眼，没有回话。先把树挪开，把道路清出来。是。大哥是在生我的气吗？方才祖母听到有人遇到了困难，又是女眷，才遣我过来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够帮得上忙的。大哥从前也是疼我的，难道就因为身份的原因，这么快就变了吗？那些年又算什么？我没有生你的气，只不过你也要分清楚场合。现在不是你站在这儿哭着跟我诉苦的时候。你先回去马车上。大哥，盛云珠固执地站在那里，还想再固执地说些什么。然而就在这时，突然一支箭雨从斜坡上飞过来，变故发得突然。与此同时，约莫1-20个黑衣蒙面人从暗处冲了出来，提刀就开始乱砍。盛云珠抱头尖叫出声，快回去！坐在马车前的袁姓已经吓坏了，见陆泱泱下去，也慌忙跟着笨拙地跳下了马车。多好！喝了袁姓一声之后，他瞧见前方南市的马车外有2个黑衣人正在跟侍卫打斗，但是却有至少7-8个黑衣人冲着他这边跑了过来。难道是冲着他来的？猪猪，等下你找机会跑回去，别害怕，我去帮帮他。话落，不等盛云珠反应，盛君义就一脚踢飞了靠近的一个黑衣人，想让盛云珠先跑，他好去帮陆泱泱。盛云珠胡乱地抓过躲在马车旁边的袁姓，躲在他身后大声地尖叫。盛君义只得转身过来解决靠近盛云珠他们的黑衣人。剩余的几人眼看大势已去，
吹了声口哨，快速地撤走了。大哥小心，弯身！盛君瑶在陆泱泱声音响起的那一刻便弯了身，陆泱泱手里的刀擦着他的肩膀飞过，径直扎进了那个黑衣人的胸口。没事吧？陆泱泱摇摇头。泱泱，你很厉害，刚才多亏你救了我。以大公子的反应速度，就算没有我也不会有事的。你刚刚叫我大哥，我可是听见了，不能改口了。大哥。我去看看母亲，再让人把这里收拾一下。我怀疑这些人是冲着我来的，前面那个拦住路的马车也很可疑。我也觉得那人可疑。你先回马车，我去找机会审一审。刺杀的事情，我会上报到大理寺，一起彻查。你之后可能要小心些，不过也别害怕，他们这次失败，之后是不敢在京中动手的。护国寺有朝中的羽林军在附近驻扎，很安全。我不害怕，想让我死可没那么容易。他虽然功夫是三脚猫，但是他自幼在山里，可是在猛兽群里都能活下来的人，他才不怕什么刺杀呢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陆泱泱应了他一声，走到了盛云珠的身边。陆泱泱一句话没说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盛云珠，然后抬手啪地甩了盛云珠一巴掌。你干什么？陆泱泱二话不说，又甩了他一巴掌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哼，我还想问问他干什么？为什么要拽着袁姓挡到他前头？当我看不见是吗？盛云珠，谁给你的胆子敢欺负我的人？打你2巴掌是因为你不要脸。陆泱泱，你再怎么看不惯猪猪，也该讲点道理。那不过是个丫鬟，况且在那种危险的时候，猪猪能想到什么呢？她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，你要看着她去死吗？那她就去死好了，没本事活着，她死了不是活该吗？泱泱，你就那么恨我吗？是啊，你是第一天知道吗？你给猪猪道歉。道歉？道什么歉？想让我道歉可以啊，让他先给袁姓道歉，说他不该贪生怕死，抓着袁姓挡到他跟前。盛云珠哭倒在盛君逸的怀中，盛君逸一阵头疼。道歉啊，听不见吗？陆泱泱，你适可而止。盛君逸不能再看着他闹下去，再看已经快要昏过去的盛云珠，只得弯身将盛云珠抱起来，朝着后面的马车走去。陆泱泱，是离端县主，他一人骑着马，身后还跟了2辆马车。真的是你啊，这可真的是太巧了，我正好要来护国寺玩2天，既然遇上了，那就一起走吧。你们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停在了这里？天哪，这地上怎么还有血？遇上点麻烦。哎，你这衣服上怎么也这么多血？该不会是你自己动手干的刺客吧？你被刺杀了？天哪，你受伤了没有？我没事啊，不是我的血。你上来干什么？我跟你一起走啊，我们都碰上了。你该不会是想要丢下我吧？我们还是不是朋友？离端县主气鼓鼓地瞪着他。陆泱泱有些莫名其妙，他怎么就多了一个朋友了？你们都看着点啊，跟着国公府一起走。林峰，你去找盛大哥，看有没有能帮得上忙的。片刻之后，盛君瑶的声音在外面响起：多谢县主帮忙，前方路上的障碍已经清除了，已经遣了人回去报信。接下来还要麻烦县主的护卫一起走了。盛大哥别客气，我跟泱泱是朋友，我正想跟他一起走呢。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，别误了用午膳的时辰。好，多谢县主。等他走了，离端县主缩回来，一张小脸都红透了。你是会变脸吗？你刚刚跟我说话可不是那个调调啊。那你跟盛大哥能一样吗？盛大哥可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不过那天你也救了我，
我还是很感谢你的。你放心，我这个人呢，知恩图报，肯定好好报答你的。你不是真的喜欢我大哥吧？就是盛大公子。是又怎么样？我欣赏仰慕他还不行吗？这天底下的好男儿本来就是会被人仰慕的嘛。我二表哥的仰慕者更多，全天下的女子都想要嫁他为妻呢。你二表哥？就是太子殿下啊。你不是认识他的吗？还给他斟酒了呀。我看你跟我二表哥还挺熟悉的，难道你对他就没有一丁点的仰慕之心吗？太子殿下是好人，我觉得他很厉害，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仰慕。你还真是不开窍呀你！哎呀，算了，反正喜欢我二表哥的人注定是要伤心的，你啊还是别仰慕了。不过你也不准仰慕盛大哥啊，你们算是亲戚吧？陆泱泱冲他翻了个大白眼。你说嘛，你们到底是不是亲戚？是亲戚，真亲戚。你放心，我仰慕谁都不可能仰慕大哥的。那就好。喂，好什么好啊？你不知道我哥过几天就要成亲了吗？你最好也不要仰慕他。他成亲就成亲嘛，我又不是要嫁给他。我就是觉得在这整个京城呢，没有男子能够比得过他了。二表哥也不行，二表哥长得是不差，但是谁让他长了张嘴呢？我跟你说啊，你别看我二表哥是天神下凡一样，他是真恐怖啊。就六表姐那个不找茬就浑身痒痒的刺猬精，看见二表哥那就跟老鼠见了猫一样，因为二表哥谁都不惯着，除了小九，但那也是小九太面了，面团似的，堂堂一个公主，路过的狗都能踩他一脚，也就二表哥护着他。那不是说明九公主性格好吗？好什么好啊，天生受欺负的命。不过也不怪他，谁让他出事。你怎么不说了？我跟你说，你可不能说出去啊，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，因为这可是个大秘密。陆泱泱急忙点头，大秘密好，他最喜欢听大秘密了。小九他很可怜的，他生母据说是曾经的容妃娘娘，舅舅就是陛下非常宠爱的容妃娘娘。当时有传言说，如果不是陛下早已立后，说不定会立容妃娘娘为后呢。只可惜当时容妃娘娘的哥哥，也就是容国公，不知道怎么牵连进了通敌叛国还是什么大案之中，一夕之间满门抄斩，容妃娘娘受了刺激，刚生下孩子没多久，就一把火把自己烧死在宫里了。这可都是我听我娘身边的嬷嬷们私底下说的，你可千万别说出去，烧着大麻烦的。知道了，那确实挺可怜的。容妃娘娘是姓容吗？都跟你说了别说出来，你看我眼神。陆泱泱想起来，姑姑的名字似乎叫阿荣还是什么的。姑姑疯魔了10多年，跟那位容妃娘娘一样，都是可怜人。你怎么了？我刚刚好像看到薛婉宁了，就是盛大哥的未婚妻，但好像是我眼花了。大哥的未婚妻？你认识那位薛姑娘吗？见过几次，但不太熟悉。她之前倒是会经常出门的，不过最近1年倒是很少见了，起码是有半年多没见过了。哎呀，你说我怎么就没有年长几岁呢？年长几岁你也没机会，大哥很早就定亲了。说的也是，也就一点点羡慕吧。走吧，饿死了。猪猪，你心里清楚，父亲一向看重你，绝对不会让你离开国公府的。你始终都是盛国公府的姑娘，你不用跟泱泱比，也不用在意大哥的态度。大哥那人自来是这样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答应我，
别往心里去，好吗？我只是希望他别那么讨厌我。可我无论做什么，好像都是错的。大哥跟母亲也越来越不喜欢我了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二哥。你也会这样吗？你也会跟他们一样吗？会不会有一天你也不喜欢我了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我们好好的一家人，为什么一夜之间全都变了？猪猪，如果真的没办法跟他相处的话，就放弃吧。你的未来在后面，不要在眼下的事情上执着，你明白了吗？我知道了，谢谢二哥。好好休息，我让人把午膳给你送过来。下午你陪祖母去天天大师讲经，既然出来了，就放松一点，别想那么多了。大哥？哼，陆泱泱以为他有盛君瑶做靠山，就真的能在圣国公府站稳脚跟吗？盛君瑶马上就要死了，就算真有万一，他也不会让那个万一发生，他一定会让盛君瑶有去无回。陆泱泱想要夺走他在圣国公府费心经营的一切，他做梦。找人引薛婉宁来护国寺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薛姑娘已经来了。很好，那接下来就请我那个好母亲跟好大哥看一出好戏吧。哼，去把袁姓那个吃里扒外的给我叫过来。他大概是忘记了谁才是他真正的主子。没多大会儿，袁姓就跟在点墨的身后走了进来。躲什么？怕我打你吗？我敢吗？找到新靠山了是吧？忘记自己是谁了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对不起，我。哼，看来最近真是好日子过多了，挺舒坦的。听说你娘又病了，是吗？看来你是不打算让她活下去了。也是，一个寡妇靠着不要脸的勾搭男人养活一家子，结果命都快熬干了，也养不起女儿这张嘴，你说可不可怜？姑娘，我错了，求求你，我求求你救救我娘吧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别，我可受不起，省得待会儿被人知道了，我还得跟你道歉。不，姑娘，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你知道我的身份，也知道何家一家子是怎么死的。你说，如果被人知道，哦不，是被陆泱泱知道你是谁的话，你说他会不会恨死你？你那个好母亲，为了养活你跟你那个瞎眼的奶奶，勾引何家大爷，还生了2个孩子，原本就该被乱棍打死的，是我留了你们一条命。你当时怎么求我的？说只要能留下他们，你死都愿意。这才多久啊？果然跟你那个吃里扒外的娘一个德行。倒不如我直接把你的身份捅出去，你说圣国公会不会放过你们？姑娘，我错了，我求求你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刚才他们2个也是。闭嘴！想死的话，你就说出来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你把陆泱泱的一举一动都报给我。他见了什么人，说了什么话，只要你听到的、看到的，全部告诉我。听明白了吗？我知道了。滚出去！我娘说了，这里视野好，还有风，外面听不见我们说话。我说什么？哎，你看看，程若雪，她又来约会。不然我们还是回去吧，都是认识的人，撞见了不尴尬吗？她都不尴尬，你尴尬什么？快看，哦，又是三表哥，太
他人缘还挺好，盛云珠也喜欢他，那个程书锦也喜欢他。真不知道喜欢他什么啊，不就是看着温柔和煦了一点吗？我娘说了，看人不能光看脸。你这10句话8句不理你娘说，你娘都跟你说什么了？我娘什么都跟我说啊。我娘说有时候说话太不过脑子了，太容易得罪人，让我做事之前呢多想想她说了什么。我觉得她说的很有道理，但是我一着急就会忘。薛婉宁，什么？见过三殿下。薛姑娘，怎么是你啊？你是来找盛世子的吗？我听说他今日也来了护国寺。我是来找殿下您的。你殿下，婉宁姐姐与我是好姐妹，她有事想见殿下，我事先不好同殿下说，还望殿下莫要见怪。无妨，只是下次你有什么事情直接跟我说就好了，我肯定会答应的。谢谢殿下，殿下真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大好人。那殿下，你就与婉宁姐姐聊一会儿，我先去那边等你。听说护国寺的睡莲开的是极好，殿下待会儿愿意跟我一起去看看吗？当然可以了，我上次答应陪你出去散心的，就是要委屈你等我一会儿了。程若雪冲着他轻轻眨眼，然后指了指不远处，先离开了。薛姑娘，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啊？薛婉宁心下一横，竟是冲着三殿下跪了下来。薛姑娘这是做什么？若是被人看到可是不太好。三殿下知道我为什么来求你，我舅舅的案子只有殿下你能帮忙，只要殿下答应能帮谢家，我愿意为殿下做任何事情。殿下知道的，我即将嫁给盛国公府世子，我可以说服盛世子成为殿下你的人，这个筹码够吗？谢家？睦州那个谢家？是，睦州知府谢征年是我舅舅。殿下，我知道陛下已经暗中指派您做了这次南巡的钦差，我舅舅是被人连累的，求您帮帮忙。薛姑娘，你这可就有点强人所难了。睦州知府犯的什么罪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睦州水灾因为大坝决堤淹了3个县城，大大小小几10个村镇，将近10万百姓为此遭难。问题就出在大坝上，你觉得这个责任是你担得起，还是本殿下担得起？你起来吧，若是被人看见，还当本殿下怎么欺负你了？今日看在若雪的面子上，本殿下就当没见过你。殿下，殿下！睦州水灾一案，涉案官员多达100人，我不求殿下帮我舅舅脱罪，只求殿下从中周转，能够留他一命，保住谢家。如果盛国公府的筹码还不够的话，那加上薛家呢？广平侯府如今是没落了，但我有个叔妹，从未在人前露过面，美貌绝伦，有几分先皇后的神韵，可送与殿下。我知殿下所求，愿全力为殿下谋划，祝殿下达成所愿。每天要求本殿下的人非常多，毛遂自荐的人更多。本殿下倒是头一次见到像薛姑娘这样不择手段的。本殿下很是好奇，薛姑娘明明前程大好，睦州一案怎么也连累不到你这个出嫁女。但薛姑娘如此耗费心力，还当真是让本殿下大开眼界。所以薛姑娘为了达到目的，什么都可以牺牲的性格，我很是欣赏。那如果我说我不要你妹妹，我要你，你也可以同意吗？可以。精彩，好久没有像薛姑娘如此精彩的人了。我倒是真想跟你合作，毕竟能遇到像是薛姑娘这么聪明又识相的人可不容易啊。
但你得明白，父皇的确是透露出这次木咒一案，想命我为钦差前往。可这件事不是没有变数，恰恰好，变数还是我那位好二哥，当今的太子殿下。这案子若叫太子插手，你就别说什么你舅舅是不是被连累的。以太子的脾气，就算你舅舅是被连累的，他知情不报就是死罪，谁都通融不了。所以薛姑娘，你现在求我可没什么用。好自为之吧。殿下，薛婉宁如何不知道这件事在三殿下南下之前根本就没办法作数，但他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。殿下，我求你。哎呀，不行，我去找我大哥。这个三殿下别是在欺负未来大嫂吧？哎，你现在去找盛大哥也来不及啊！走，我去帮你。三表哥这人要面子，他不会把我怎么样的。我们直接去找他。谢谢你了。三表哥啊，你这个花心大萝卜，你怎么这么三心二意？我要告诉舅舅去。你从哪儿冒出来的？你管我从哪儿冒出来的？三表哥你也太不检点了，你怎么能这么欺负人呢？我老远就看见你拉着他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能这样子的。这位薛姑娘可是我最好的朋友的大哥的未婚妻，你可真不君子啊！三殿下脸都绿了，他出门肯定是没看黄历，才遇见宗离端这个二货。我跟你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。我来这儿有点事，碰巧就看见了这位薛姑娘，神色不好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，我就过问了两句。她站起来的时候腿软，我顺势扶了一把，就这样，不信你自己问。我跟薛姑娘在此之前连面都没见过几次，我怎么可能欺负她？你编吧你接着编。我上次都看见你跟程若雪约会了啊，还有上次你跟盛元珠去看花，这才几天呀，三表哥，你怎么就玩得这么花？你给我闭嘴！三殿下只觉得眉心突突的跳，他就知道宗离端这脑子天生就少根弦儿，跟他就没办法正常沟通。离端县主，还有这位姑娘，你们误会了，我家中有事，所以跟若雪一块出来散散心。刚刚若雪不小心刮了衣服，回去换衣服，我就留在这里等她。不巧碰见了三殿下，三殿下看我脸色不好，就问了两句。我起身时有些无力，不小心抓了三殿下一把，并非有意，还希望两位不要过度曲解，影响了殿下的声誉。我这好心这……离端县主那个暴脾气，要不是刚刚他跟陆泱泱都看见了，是薛婉宁都给三殿下跪下了，他还真信了他的鬼话。县主，抱歉啊，我跟县主刚刚两人商量去后山抓兔子，无意间瞧见薛姑娘跟三殿下在一起，没弄明白就跑了过来，实在是抱歉。啊，还没有跟薛姑娘介绍，我是兰夫人的远房亲戚，现在住在圣国公府，今日碰巧跟兰夫人和大哥来护国寺上香，没想到能遇见薛姑娘。薛姑娘是身体不舒服吗？用不用我去喊人送薛姑娘回去休息？陆泱泱这么说，三殿下跟薛婉宁倒是同时松了口气，没听到什么最好，若是听到怕是留不得。不劳烦姑娘了，若雪马上就过来了，我同若雪一道就好。今日我身体不适，便不去打扰兰伯母了，还望姑娘帮忙去伯母面前帮我告个罪。薛姑娘客气了，我一定把花带到。嘿，县主泱泱，你们怎么也在这儿？我们去后山抓兔子。若雪姐姐，薛姑娘像是身体不舒服，那麻烦你送她回去，我们先走了。好，那你们玩得开心，改日约你们来将军府玩。你干嘛拦着我不让我说啊？分明就是薛姑娘找三表哥有事，三表哥欺负人嘛。他哪来的那么大架子，让人动不动就跪他，还往薛姑娘身上凑，真是不要脸。还有那薛姑娘，我们好心帮了她，她还顺着三表哥说话，真的是气死我了。
我感觉可能真的是我们多管闲事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不是你说要去帮忙的吗？我本来是觉得可能是薛姑娘被欺负了，不管她是不是未来大嫂，有人被欺负了也不能视而不见。但是也有可能是我们好心办了坏事，毕竟如果是薛姑娘主动约见三殿下，那大概真的是有事情需要求三殿下帮忙，我们横插一脚很有可能坏了她的事。我还是把这件事告诉大哥吧，如果薛姑娘真的需要人帮忙的话，那大哥是她未来夫君，肯定会知道怎么做的。你说的也有道理啊，真的好复杂。那个薛婉宁也真是眼瞎，就算有事找人帮忙，那找三表哥有什么用啊？三表哥那个花蝴蝶跟盛老二那个二狐狸就是一丘之貉，就会招蜂引蝶。泱泱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刚刚我去找你，你的丫鬟说你中午就没回去。杜泱泱下意识扫了一旁的离端县主一眼，只见刚刚还满脸愤慨的骂人的离端县主一秒变淑女，规规矩矩的往他旁边一站，变脸比变戏法都快。盛大哥你好，我是离端。那个你还记不记得5年前你在西郊庄子附近的山崖下边救了一姑娘？那个人就是我当时都以为我要死了，幸好你救了我。我一直都记得，一直都想要找个机会跟你说声谢谢，但是我回去之后就病了一场，等我好了以后你就离开京城了，我再也没见过你。盛大哥，当年谢谢你救我。原来当时那小姑娘是你啊，县主不必客气，当年我只是路过，偶然遇到，并没有放在心上。县主没事就好，今后还要多谢县主照顾我们家泱泱啊！母亲想让你一起去见一下慧空大师，说要给你求个平安符，再求个蟾宫折桂，保佑你过2日考试顺利。好，那个大哥，等一下，我有个事情跟你说。什么事儿？刚刚我跟县主在那边玩，瞧见了你的未婚妻薛姑娘，她脸色不好，像是有什么事情要求三殿下帮忙，但是被我们俩不小心给搅和了，不知道有没有给薛姑娘添麻烦。对不起啊大哥，不然你去看看薛姑娘，看有什么能帮忙的。你们2个还小，有些事情可能不了解内情，倒也不用自责。等下我回去过去看一看，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。那我们快点回去吧。母亲，怎么先出来了？方才云珠说见到婉宁了，像是脸色不太好，不知道是出了什么事儿。我也有好些日子没见到她了，虽说过几日你们就要成亲了，但是既然遇上了，总要关心一下。正好你回来了，那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吧。盛君瑶神色微顿，不知为何他突然觉得有些过于巧合了，像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但他一时间没能抓住。姑娘怎么样了？三殿下那边答应了吗？薛婉宁摇摇头，脸色更疲惫了几分。小姐，你先喝杯水，奴婢去拿些午膳过来吧。您这些日子忙里忙外，今日到现在都还没吃一口东西呢，这样下去您的身子会先撑不住的。我没胃口，你去叫表哥过来一趟，我有话跟他说。准备一下，我们得回去了。盛国公府的人来了护国寺，盛世子也来了，若被他撞见，怕是不合适。若是姑爷能帮上忙就好了，姑娘也不必这么殚精竭虑了。世子的外家是兰家，这次睦州的事情，以兰太傅的性格，不参舅舅一个死罪都是万幸了。找他帮忙，怕不是在递把柄过去。那要姑爷有什么用？一点忙也帮不上。算了，我还要借盛国公府的事，若不然我连跟三殿下谈判的筹码都没有。如今好在还有机会，再想办法吧。那您先歇着，奴婢去请表少爷过来。婉宁，放弃吧。爹娘若是知道你为他们如此奔波，他们心中也会过意不去。
这次睦州水患，天灾人祸，时也命也。父亲身在其位，虽迫不得已，但到底是错了。我知你心思重，才会在临行之前不惜东躲西藏的来见你。这一次回去之后，我们怕是再也见不到了。日后你好好的嫁到圣国公府去，做你的世子夫人，这就是我的心愿，也是爹娘的心愿。六哥，你既知道我的性子，便知道我不会放弃。我跟你不一样，你是正人君子，我不是。我不管什么大业，我只知道我不能不管舅舅。当年我们一家人在睦州，那么艰难都熬过去了，你们才是我的家人。我就算不惜一切代价，都要保舅舅平安。婉宁，当年母亲问我，既倾慕于你，为何不肯同你说，让你跟国公府退亲？你可知为何？因为我知道你不愿困在睦州那个方寸之地。我给你多少承诺都是虚的，不是你想要的，所以我成全你，让你去追求你想要的生活。你也知道我的心思，但你从未回应，为何？因为你也赌不起，我要用多少年才能给你想要的一切。婉宁，你是有野心的人，既然选择了自己的路，就一直走下去，好吗？别让我后悔放你走，若谢家拖累了你，我死也不能瞑目的。薛婉宁只觉得眉心隐隐作痛，心口更如刀绞。是，她是野心勃勃，她拼命想要爬到高处，因为只有那样，她才能留住她想要留住的。婉宁，我走了，你好好保重，听明白了吗？六哥，你信我一次，我可以的，我可以救舅舅，也可以救你。就这一次，你听我的行吗？不要回去，不要回睦州，我一定能让谢家保全下来，你信我。这时院外传来离端县主的喊声：薛婉宁，薛婉宁，你出来！有人想算计你，我先躲起来。县主，你这样是不是不太合适？佛门清净之地，婉宁姐姐身体不适，在此休息，你这么大声，说是引来寺中其他人，如何是好？今日香客众多，这附近的客院听说都住满了。啊，不是你说非要来看薛婉宁的吗？这到了门口了，你矫情个什么啊？你都说了她身体不舒服，万一她睡着了有敲门，她听得见吗？难不成我们闯进去啊？盛云珠被离端县主这番话给堵得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。我跟婉宁姐姐比较熟，还是我去敲门吧。然后快步走到门前，说是敲门，只敲了2下，便一不小心将门给推开了。婉宁姐姐，我们来看你了，你在吗？陆泱泱若有所思地看着盛云珠，他怎么觉得盛云珠憋着什么坏呢？怎么还跟薛婉宁扯上了关系呢？按照梦中的走向，这两人应该也没什么交集啊。难不成盛云珠表面一副好姐妹，实际上不喜欢薛婉宁，不想让她嫁进来？云珠，县主，你们这是？婉宁姐姐，我的丫鬟说在寺中看见你了，脸色不好，像是身体不舒服。正好今日我和哥哥们陪母亲和祖母来上香，便着人打听了你休息的地方，过来看看你。母亲跟大哥也来了。抱歉，云珠，我真没想到，竟然劳动了伯母亲自过来看我。我听闻她最近身体不适，一直想去探望她，但不巧自己也病了。今日也是若雪约我过来上香，才得以出门。我这就去给伯母请安。他虚弱地跨过门槛，将门关上，冲着盛云珠虚弱的笑笑，朝着外面走了过去。伯母，婉宁有愧，请劳动您亲自过来看我。实在是这几日身体不适，恐过了病气给您。好孩子，快别多礼。我这几日好多了，这才说过来护国寺上炷香，也祈祷你们都平平安安的。
我也就安心了。你跟阿瑶幼时见过面，怕是都快记不得她的模样了。虽说过几日就要嫁过来，但也要好好瞧瞧，若是不满意呀，尽管跟伯母说，我回去好好教训她。薛婉宁适时地露出了一个羞怯的表情，惹得兰氏更是心情愉悦，还示意她去看盛君瑶。母亲，婉宁姐姐，我们都不要在外面站着了，进去坐坐吧。薛婉宁咳出了声。婉宁姐姐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着凉了？这山里风大，要不要我扶你进去啊？没事，只是有些体力不济，恐招待不周，让伯母受累，是我疏忽了。伯母，请。等一下，既然薛姑娘身体不适，那我们便不打扰了。不知薛姑娘是怎么来的护国寺？今天可要回去？若是需要的话，我让人安排送一送薛姑娘，早些回去休养。阿瑶说的是，婉宁，你身体不适，我们就不进去了。我本来让阿瑶找了泱泱来去求平安符呢，待会儿也给你求一个带着。你呀，就听阿瑶的，让她安排人送你回去。不，让她送你回去，早些歇着，养好身体才是最重要的。对了，婉宁，这是泱泱，是兰家的一个姑娘，现在在我身边待着，日后也是你的妹妹，你早些回去歇着。云珠啊，你也回去吧，你祖母这会儿也该起来了，你去陪她听听经。泱泱妹妹好，让伯母担心了，我这就回去。好，好，那泱泱，咱们去求平安符。阿瑶，你去送送婉宁。叶儿，你送云珠回去，好好照顾祖母。盛云珠不免有些焦急，她费尽心思，还让人帮了忙，才把薛婉宁和她那个表哥给引到了这儿。特地安排了这么一出好戏，就是为了让兰氏跟盛君瑶亲眼目睹薛婉宁跟她的表哥私会。旁人不知道，他可是知道，薛婉宁可不是什么善茬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。一旦薛婉宁嫁进来，兰氏必然将钟馗交给他。哎，你干嘛呀？你碰瓷儿！我可没碰到你啊！县主，你无理取闹是不是该有个限度？县主要是没有别的事情的话，不如让大哥一起送你下山好了。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无理取闹？我怎么就无理取闹了？你看见我推他了还是怎么着？你自己问他我推他没有？我告诉你啊，盛君爷，今天这事不说清楚，谁都别走。本县主什么都吃，就是不吃亏，想讹我做梦呢。二哥，不是县主，是我走路不小心。盛云珠红着眼睛，委委屈屈地说道，更像是坐实了就是离端县主把他给推的。本来就是你不小心走路不看路嘛，你瞎呀！离端县主，请你说话客气一点。二公子，也麻烦你说话的时候把耳朵掏干净一点。盛云珠自己已经说了，是他自己走路不小心摔倒的。二公子的意思是他在骗你了。陆泱泱走过来，将离端县主拉到一边，走到盛云珠跟前蹲下来，一把握住了盛云珠的脚腕。你干什么？我帮你正骨啊，省得你再不小心让人误会谁推了你。我呢，乡下长大的，给什么猪啊狗啊的正骨真的多了，下手没个轻重。你忍一忍啊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骨头是正过来了，但是力气大了点，骨裂了。你这2个月好好躺着养养吧，少耍点心眼，养得会快一点。婉宁姐姐，我现在脚疼得不能动了，我能去你那里休息一会儿吗？让我二哥帮忙找大夫来看看。薛婉宁若有所思地看了盛云珠一眼，面上虽未有什么，心里却生出了疑惑。盛云珠瞧见薛婉宁的眼神，也意识到自己做的有点太明显了。云珠妹妹这伤势看起来不太好，我记得这寺中有位大师医术不错，
不如二位公子快些带云珠妹妹去看看为好，别耽误了伤势。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泱泱医术不好？县主，我并非这个意思，只是担心盛家妹妹。泱泱刚才都说了，她脚没事儿，就是骨裂，养养就好。既然不相信我的医术，那就去看大夫吧。县主，我们走。哼！离端县主不满地瞪了他们一眼，跟着陆泱泱走了。义儿，你快送云珠回去吧。然后让惠嬷嬷扶着他离开了。盛君义见状，只得将盛云珠给抱了起来，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走去。给世子添麻烦了，世子不用管我，我跟若雪约好了的，她待会儿会过来接我一起回去的。世子还是去照料伯母吧。薛姑娘，我并不是一个喜欢强人所难的人。你我这桩婚事，因着我这些年在边关，如今又是因为母亲生病，将婚礼提前，属实委屈了你。对此，我跟你道歉。如果薛姑娘对这桩婚事有别的想法，可以同我说，我定不会为难姑娘。若姑娘诚心愿意嫁进来，盛家也必定诚心以待，不让姑娘受委屈。姑娘若有难处，也可以告知，若有能帮得上忙的地方，我定不会推脱。薛婉宁听着他这番话，微微恍惚了一瞬，甚至忍不住想抬头看一眼这位一直不曾谋面的未来夫君，胸口好像是被什么给轻轻地撞了一下。不曾想过，传言中刻板无趣的盛世子会是这样的人，坦诚到让他有几分心动。多谢世子惦记，婉宁并没有什么难处，不打扰世子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姑娘，我们现在就回去了吗？您今日都见到姑爷了，怎么没跟姑爷说一说呢？不说这个了，你去把东西收拾一下，我们现在就下山吧。表哥那边安顿好了吗？早就安排好了，表少爷一再叮嘱，让您什么都不要管，好好嫁人。薛婉宁轻闭了下眼睛，什么都没说，进了屋里。丫鬟也跟了过去。我就说肯定有问题，但我们还是来晚了一步。你小声一点，这里离得近，可不隔音。我们先下去。现在怎么办？总不能就这样让他走了吧？他表哥现在已经离开了，我们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，而且只是跟表哥见面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，去揭穿他的话只会被倒打一耙。不过我们也不是全无收获。什么收获？我们什么也没抓到呀，早知道下午过来的时候直接闯进去了，肯定能堵个正着。我们只知道薛婉宁的表哥今天来找他，就算把两个人都躲在屋子里，他们清清白白，我们也不能硬说他们有问题啊。大哥跟他婚期在即，没有确切的证据，只会让事情变得更难堪，什么也改变不了。大哥也不会因此就悔婚的，他不是那样的人。那当然了，盛大哥肯定不会轻易悔婚的。所以说薛婉宁可恶，他有什么不能直说的，非要这么遮遮掩掩。你知道薛婉宁的表哥是什么？我怎么会知道？我跟他又不熟。你问这个干嘛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想直接找到他表哥，这样就真相大白了是吧？不是，你让我捋一捋。你先看到薛婉宁跟他表哥拉扯，然后他去求了三殿下，被我们搅和了，事情没有办成。下午盛云珠引我们过来的时候，他表哥应该在这里。等我们一走，他就将他表哥给送走了。刚刚陈若雪说没有帮到薛婉宁，薛婉宁说不说实情是不想牵连他。然后丫鬟又问他有没有跟姑爷，也就是大哥说这件事，他遮掩过去了。所以薛婉宁所说的事情应该跟他表哥有关。他找三殿下求情是想帮忙，他表哥遇到了麻烦，他今天这一出是为了帮他表哥，而能够求到三殿下的必然不是一般的小事，是朝堂上的事。啊，那岂不是我们抓到他跟他表哥在一起也没用？是的，如果我的猜测是对的，
我们就算把他们堵在一起，也不过是名声不好听罢了，并不能证明他们真的有私情。那……黎端县主一张脸都皱成了包子，想说点什么又说不出来，憋得一张脸都红了。你是想说，如果这样，我们岂不是做了无用功？薛婉宁明明有事情瞒着，却不肯告诉大哥，是欺骗。并且，如果薛婉宁真的跟他表哥有牵扯，最后还是嫁给了大哥，那对大哥来说也是一种欺骗，对吗？对，我就觉得他不坦诚嘛，你快想想办法，最起码也得让盛大哥知道实情吧。你说的没错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先去弄清楚他表哥是谁，他遇到了什么事，他隐瞒了大哥什么，然后再告诉大哥，让大哥自己来做选择。好，我现在就回去找我娘，朝堂上的事情他最清楚，他肯定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你可终于回来了，我怎么听说你们路上好像遇到什么事情了？是有点小事，不过已经解决了。哎，我有个事情要问你啊，你知道大哥的未婚妻薛婉宁，他表哥是谁吗？你怎么开始关心起来大哥的未婚妻了？他表哥多得很，你说哪一个呀？哎，不对，你肯定不会无缘无故问。快，赶紧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是不是薛婉宁跟他表哥私奔了？啊，你等我一下啊，我去找找我的小本本，我看看是他哪个表哥。陆泱泱疑惑地看着盛云娇去床头翻箱倒柜的，然后就见他真的找出了一个画本子一样的书。我想想啊，薛婉宁，薛家姐姐呢，她现在的母亲是她的继母，她跟大哥的婚事是幼时就定下的，好像是祖父定的，然后大伯母跟她的生母也认识，很是喜欢薛家姐姐，因此虽然广平侯府这些年是有些没落了，但大伯母还是很满意这门亲事的。你这是把整个京城的关系网都给记录下来了？我这不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吗？这京城各家联姻关系比蜘蛛网都复杂，鬼能记得住啊？但你可别小瞧这个关系网，据说是当家主母必备课程，纯靠脑子记的，不然回头各家人情往来都做不来。我以前最不喜欢这些了，后来发现有乐子看，我又怕漏了，所以就专门记下来了。你看，这不就用到了吗？言归正传，你到底要找谁？就找比较亲近的吧，相处比较多的，他有可能最在意的。这就好说了，那肯定是他舅舅家的表哥了。薛家姐姐母亲早逝，他父亲娶了继母之后，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，反正没多久他就被接到舅舅家住了。他舅舅去外地赴任，还将他一并带走了，直到及笄之后才回京城。他舅舅家姓谢，祖上是江南人士，原本只是普通的耕读人家，祖父中了进士才搬到京城来。他舅舅家有个嫡亲的表哥，据说在族中行六，所以外面称他谢六郎，年纪应该跟大哥差不多，据说早就中了秀才，如今跟二哥三哥他们好像在一个书院里读书，顺利的话应该会参加明年的秋闱。那你知道谢家最近出什么事情了吗？没听说啊。怎么，你听到什么了？快告诉我。哎呀，你肯定有事情瞒着我，快说，你去护国寺到底撞见什么了？是撞见薛家姐姐跟她表哥了吗？不对，大哥不是也去了吗？那是不是大哥也撞见了？大哥那人这么闷，肯定不会哄姑娘开心。不过大哥最是讲究了，若非什么证据确凿的事情，他是不会轻易发难的。哎呀，你快说呀，到底怎么了？哎呀，确实是遇到了一点事情，不过你说的对，没有确凿的证据，我也不能乱说。等我找到证据再告诉你。我先回去了，我后天要考试，我还有功课没做完呢。不是吧，泱泱，好泱泱，宝贝泱泱，你就这么走了？你怎么忍心呢？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竟然能憋住不告诉我啊！等我考完试，弄清楚真相以后再告诉你。泱泱啊！
二天一大早，陆泱泱就收拾好，带着沈嬷嬷跟袁杏一起，外加一个一定要来给他加油助威的盛云娇和他的丫鬟，坐上了马车前往太明书院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县主，前方路坍塌了，我们过不去了，不如先找个地方避雨，等到雨停了再回山上去。不行，再这么耽搁下去，岂不是就要让那个薛婉宁得逞了？鬼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！不弄清楚这件事情，我绝对不甘心的。县主，前方路都堵住了，这里也很危险，您还是快些回马车上去。我们现在必须回去，这里随时都有可能塌陷。还有别的路吗？县主，这里是官道，马车只有这里能通行，其他的都是小路，马车走不了。大晚上的，又是下着暴雨，马也容易受惊。给我招匹马，招2个认路的人，我们骑马换条路。不行，县主，这太危险了。我不管，今晚上我一定要去青莲观。林霜眼看劝不动，只得喊人赶紧跟上，生怕离端县主自己跑了。薛大姑娘好本事啊！怎么，前面说什么藏在深闺无人知，这转眼就将人送到太明书院去，够大胆的呀！母后过世之后，就成了宫中禁忌，谁也不能提起。薛大姑娘这手棋走得可不算精妙啊！我妹妹她贪玩，但最是听话的。只要殿下愿意，我今日便能将她送过来。及笄了吗？今年14岁了，明年就及笄了。既是如此，在太明书院待2年，倒也寻常，时间也差不多。薛大姑娘以为呢？殿下所言极是，殿下尽管放心。我已经叮嘱过她，绝对不能露出容貌。今日本殿下进宫，父皇召见，提了让我去睦州的事。只要殿下肯从中周转，让婉宁做什么都可以。我那个庶妹的姨娘还生了一个小儿子，没有养在府上，养在外面的庄子里。我将那个庄子送给殿下。我们家七姑娘从小最在意的人就是她的姨娘，所以殿下尽管放心，她绝对不可能生出别的心思。薛大姑娘果然是好手段啊，能从广平侯手中截胡，费了不少心思吧？哼！薛婉宁心下一惊，三殿下说这话，显然是已经调查过。也是，自从意识到这个庶妹的价值，父亲就一心想将她好好的养着，卖个大价钱。但是父亲那个人没什么本事，与其浪费这一枚棋子，不如他亲自来控制。这枚棋子本殿下接了，你的事本殿下也会考虑，但你想拿着圣国公府来做筹码，未免有些自视甚高了。盛君瑶那个人若是能拉拢，本殿下就不需要别人费心了。那殿下的意思是？意思是你搞不定盛君瑶，所以别想了。哼！你若是聪明的话，就想个法子不要嫁进去，也当是本殿下给送的这份礼物的一点回礼了。哼！薛婉宁的脑子里一瞬间闪过许多种念头，但最终的结果都只导向其中一种，那就是盛君瑶必死无疑，只有死人才不必费心的拉拢。时候不早了，薛大姑娘请回吧。殿下，我……薛大姑娘是舍不得了吗？哼，也是。你舅舅如今的情况，即便死罪能免，也活罪难逃。你那个表哥再如何有才华，这几年也科考无望，到底比不得盛国公府的门第啊。且盛世子人中龙凤也是个万里挑一的好夫婿。可惜了。薛大姑娘倒也不必着急着做决定，听闻过2日就是薛大姑娘的婚期了。父皇的任命书也要过2日才下来，薛大姑娘慢慢考虑。送客。姑娘，怎么样了？您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是不成了吗？祖母这几日身体如何了？姑娘，老夫人已经糊涂半年了，如今早就认不得人了，时好时坏，但精神还好。回去吧。薛婉宁闭上了眼睛，指尖微微的颤抖。姑娘，醒了。
袁姓呢？他家里有事儿，奴婢让他请假回去了。姑娘有事吩咐奴婢也是一样的，不然回头奴婢再给你挑2个小丫鬟过来。是他家里出了什么事儿，还是他出了什么事儿？姑娘怎会这么问？没什么。啊，对了，有收到离端县主的信吗？他有使人来报过信什么的吗？没有。姑娘是要找县主吗？不然奴婢派人去长公主府去问问。都2、3天了，他怎么回事啊？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表姑娘在吗？有个姓林的侍卫来找您。见过陆姑娘，在下是县主的护卫林峰。敢问陆姑娘，县主他有来找过您吗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是出什么事儿了吗？县主前日命我去接长公主殿下，但是长公主殿下中途有事没有去护国寺，而是转道去了青莲观。我叫人先将此事传信给了县主，然后去帮长公主殿下办了点事。本来打算昨夜回护国寺去，结果下大雨，耽搁了路程。今日一早接到飞鸽传书，说县主昨夜就离开了护国寺。我又急忙往青莲观送信，得知县主也没有去青莲观。因为之前县主提过要回京找您，所以我就过来问一问，看您是否见过县主。什么？你是说县主昨夜就离开了护国寺，如今却不知去向了？如果县主没有来找您的话，那想必是昨夜连夜去往青莲观，中途遇到了什么事。如此，我就不打搅陆姑娘了，我得赶紧去找县主。你等我一下，我跟你一起去。2人一路离开京城，朝着护国寺的方向奔去。走到山脚下，才知道昨夜暴雨，山脚下官道塌方，路被堵住了。还有小路吗？如果着急的话，他肯定会连夜走小路。护国寺是京郊最大的佛寺，上香的人特别多，所以除了这条官道以外，还有附近的村子也能通过，只不过会绕一点，所以小路的话不止一条，就是不知道县主会走哪一条。陆姑娘，能不能麻烦你回去一趟找些人过来？我这一时情急，也没有带人手出来，挨个找怕是会耽误事儿，我担心县主会有危险啊。这里距离京城可不近，这么一来一回都不知道到什么时候了。这样，你跟我说怎么走，我们分开找。最重要的是先打听县主是去的哪一条路，我们再顺着去找，应该会更快一点。可是您一个人行吗？我都能跟你来，你见我拖你后腿了吗？那就麻烦陆姑娘了。这样，你从南边走，南边有好几个村子，从村子绕过去都能绕过这段路。至于青莲观的位置，你找人打听一下，很容易就能找到的。我往北走，北边有条山路，会更近一些。不管能不能找得到，咱们有时太阳落山之前都在青莲观的山脚下汇合，您意下如何？这样，我先去这附近的村子都问一问，你去山里找。我这边如果快的话，我就去接应你。但你放心，如果赶不上，我一定会在有时去青莲观的山脚下等你的。好，拜托您了。陆泱泱也没有磨蹭，翻身上了马，找人问了下路，朝着附近的村子找了过去。陆泱泱正寻思呢，就听见前方村子里传来一阵欢悦的唢呐声。这谁家在这个时候办喜事儿？我从这儿路过，能带我去你家喝口水吗？你要是坏人怎么办呀？我娘说不能随便跟外面来的人说话。我才比你大几岁，你从哪儿觉得我像坏人？你看我这胳膊还没你粗呢。你说的也是哦。那行吧，你跟我来吧。小孩儿，你还挺警惕的呀。这附近村子这几年丢小孩，从几岁到10几岁的丢了不少呢。据说都是被拐子给拐跑了。官府的老大爷们找了好久都没找着人贩子，只能挨个村子通知，不准小孩到处跑，也不让随便跟外乡人说话。还有这种事？10几岁的孩子都能丢吗？陆泱泱一下子警惕起来，该不会趁着昨夜暴雨，离端县主被拐子给拐走了吧？还有，这确定是被拐的，不是直接被掳走的。只要是没长大成亲的都会丢。隔壁村里有个姑娘，过几天就要嫁人了，还丢了呢。不过有人说她跟人私奔了，反正最后也没找着。你知道的还挺多的，那你跟我说说，
你们村今天谁家里办喜事啊？我老远就听见吹吹打打的。你为什么问这么多？我就是好奇。好吧，那你还是别好奇了。办喜事的是我们村的张地主家里，他们家有个傻儿子，可傻了，还会打人呢。我们村的小孩都讨厌他，但是又惹不起他们家。唉，哎呦，狗蛋儿啊！哎呀，你这从哪儿带的人呢？啊，你，哎呀，这位贵人，您有什么事儿啊？大娘，我就是路过这里，口渴了，想来讨碗水喝。哦，哎，好，姑娘您稍等啊，厨房有烧开的凉白开，我去给你倒一碗。谢谢大娘。这时，偏房的屋子里传来扑通的一声，像是有什么东西摔到了地上。娘，脚腕扭伤了，骨头有点错位，我已经给你正回去了，休养一段时间，别用力，养好就行了。这个问题不大，但你应该是几个月前不小心小产过，淤血没有排干净，所以常常下腹坠痛，是吗？趴下，我给你扎几针，再开个药方，你让人去抓药，吃上2副就差不多了。姑娘啊，你，哎呦喂，哎呀，咱们真是碰上大恩人了呀！哎呀，三娘，你听着姑娘的话啊，娘去做饭，姑娘等下留下吃饭啊！哎呀，真是老天爷保佑啊！这2个月还是少碰凉水，你这还算好的，及时发现，好好养一养就没事了。是，谢谢姑娘大恩大德，我躺着休息吧，我这就是顺手。姑娘，那个真是对不住啊，咱们这乡下也没什么好东西，你等会儿我这就叫狗蛋去割肉去，您一定要留下来吃午饭呢。哎，大娘，实不相瞒，我还有事急着走，就是过来讨碗水喝。这荷包蛋我就不客气，午饭就不用了，我真的赶时间。哎，那我给你热个饼子。大娘，真的不用，我马上就得走。其实我是来找人的，我一个姐姐昨天晚上赶路，人不见了，我这一路找过来，还得去别的地方找呢。哎，大娘，你们昨儿夜里有来过什么陌生人吗？啊，陌生人？哎，姑娘，你这帮了我儿媳妇儿，就是我们家救命恩人，我呀也就不瞒着你了。就这事儿吧，我也不知道真假，就是说昨儿夜里那张地主家说是救了什么人，还是个漂亮姑娘，这不今儿啊就要给他家那傻儿子娶亲了，但我这也没亲眼见着，做不得准呐。